凤堂，我想问你一件事情。你说。如果不是误会我怀孕了，你还会跟我结婚吗？如果不是你怀孕了，我不会这么早想结婚的事。那既然你知道这是一场误会，那为什么还要跟我结婚呢？你完全可以取消这场婚礼啊！如果你还不想的话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对我们的婚礼，还有我们的未来，没有丝毫的期待？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，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，静静地陪着你。我不是不在意我们的婚礼，只是封家的规矩太多了，我怕你处理不来，所以才全权交给风月来处理。其实在我心中，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我的婚礼只是完成封家的传统仪式，我不是冷漠。只是那些都没有你重要。绝不会搁浅。当我凝望你双眼，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？这个戒指是从我祖母那个时代就传下来的，它只传给我们封家的媳妇儿。这个戒指代表着过去，站在这里的我们代表着现在。如果把它套在你的无名指上，代表的是我们的未来。薛珊珊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？你愿意嫁给我风腾吗？爱是风中的诺言，许下的承诺是永远，绝不会搁浅。当我凝望你双眼，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？许下了诺言，这份爱没有期限，绝不会搁浅。珊珊，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张律师。哦，张律师好。你好。坐吧。哎呀，你看啊，这一眨眼，我在你们家做律师已经10几年了。你都要成家了，你看，要是你爷爷能看到这幸福的时刻，该多高兴啊！过2天就是爷爷的忌日，我会带珊珊去看看爷爷。好。哎，
总是大喜事儿。好，不说这个，咱们说正事儿吧。这个婚前的协议呢，包括2个部分，是主协议和赠与协议。那么，封先生跟我说，昨天呢，他已经给你解释过这个主协议的意思，主要就是把你和集团的利益分开。关于这部分，你没有意见吧？是啊。那好，这里呢是赠与协议，它包括了封先生名下所有的房产、商铺、珠宝首饰、股票以及股权基金。这也是你和封先生结婚以后暂时能够得到的所有。这么多，而且昨天封腾没跟我提这些呀。当然了，这是你能得到的所有的不动产，还包括我们封先生这位动产。张律师，我记得那个基金和股票算是动产吧？你说的没错，股票和股权基金从传统意义上来讲，应该属于动产。但是，鉴于现在这个特殊情况，跟封先生比起来，他们不就显得像不动产了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封先生是股票和股权基金的结合，生来就带有货币符号，当然显得流动性就更大了。所以呀，小姑娘，你可要好好经营哦。这些呢，我也只是说个大概，你要仔细看一下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你来问我。这么厚一堆，从哪里看起啊？协议，我只签这一张。就一张。这。张律师，我跟珊珊单独商量一下。好，那你们俩再商量一下，我去打个电话。让你签这些，不高兴了？没有，我也不高兴。那为什么不签？是觉得有点怪怪的。而且你昨天只跟我说有主协议，没说有其他的。主协议是爷爷在风月结婚的时候拟定的，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集团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受影响。这些赠与是我风腾所有的个人资产。主协议我没有意见。既然主协议保障了集团利益，那我也要保障你的利益。这些赠与就是让你在最坏的情况下，至少还可以拥有这些。你是怕将来的你会亏待我？不是，我可以把这些档案资料都当成是废纸。但珊珊，岁月太长了，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至少你拥有这些，我可以少一份畏惧。风腾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选这间公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在你名下的所有财产当中，
只有那间公寓拥有我们共同的回忆，这才是我最想珍贵的。我不想因为这些东西模糊了我们的感情，模糊了我们关系的焦点。再说了，我是跟你结婚，又不是跟钱结婚。没有你的话，就什么都有了。如果没有你，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说，什么都不是。如果你不欠这些，将来你可能什么都得不到。但是你只有我了。妈，我要结婚了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，珊珊又要回家过年了。当初牵了她的手上幼儿园，感觉就是昨天的事儿。是啊。没想到，过完年后珊珊就要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刚才珊珊打电话来说，就是在说这个事儿。你不是才跟我说珊珊交男朋友了？怎么没几天又说要结婚了？哎呀，是啊是啊，我也骂过她了。我说了，这个事儿得要先问问你。我看啊，你是早就知道这事了，跟着他瞒我瞒到现在，瞒不过了吧？那你说这个男的到底是干什么的？那个男的就是他的大老板，叫封腾。老板封腾，封腾，他们公司的大老板。对呀。你们娘俩是不是联合起来捉弄我？哎呦，我也想这样呀，但珊珊爸，我看这件事啊，是真的。怎么可能？是不是珊珊在公司里受到大郎伯的胁迫，受委屈了？哎呦，你别老是往坏处里想呀。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，珊珊生病的时候，她男朋友一直寸步不离地照顾到她出院，这都是真的，这柳柳都可以证明的。那也不能说结婚就结婚的。珊珊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打电话问过她了啊。哎呀，你别东想西想的瞎琢磨了，好不好？那就算是吧，那对方不是也提出结婚了吗？你怎么说这话？我说什么啦？珊珊都已经23了，不是小丫头了，已经长大了，她总是要嫁人的嘛。
等谁电话？嗯，没有啊，没事儿，只是在看时间。妈妈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急死人了！彤彤啊，这个叫啊什么的，就能查到封腾的来历啊？二伯，这叫 iPad 啦，只要在网上有的资料都查得到。哦，那你帮二宝查一下封腾。哦，发现什么了？嘿嘿，原来我想要买的那款游戏是丰腾集团底下的子公司出的。下次我叫珊珊姐带一套回来，我就不用花压岁钱了。你查这些没用的干嘛？你就查封腾这个人，有没有结过婚？有过几个女朋友？先查这些。哎，没有，都是一些财经新闻，什么买了哪些公司，股票预计多少钱。哎，二伯，你要知道珊珊姐大老板的八卦做什么？你真想知道，问珊珊姐不是更清楚啊？让你查个资料这么多废话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你会吗？我不要，你弄会坏了怎么办？不会，你教我们。哎，好，这不是彤彤在帮你查吗？哎，没有就是没有，这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啊，难道你还希望珊珊的男朋友一大堆的花边新闻呢？珊珊姐的男朋友是丰腾大老板？不是，我还没同意呢。那个彤彤啊，谢谢你啊！你回家呢，先别跟你爸妈说这些，等珊珊姐回来以后，你们姐弟俩再多聊聊啊。好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快点吃饭嘛！丽叔和郑琪这对冤家啊，终于算和好了。今天我在这里订了包厢，一会儿我们好好聊聊细节，放轻松点。我爸，你先进，我们先进去，走。喂，爸。珊珊，爸问你，你真的是跟大老板封腾在交往？对啊，你是真心喜欢他这个人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是喜欢他这个人，而不是他的身份。对，那他呢？他也是。爸，丰腾对我真的挺好的，你见着本人就知道了。见面？既然要见面，爸给他做套西装，就当见面礼吧。啊，爸，不用了，那个丰腾他有挺多西装的，不用您做。这跟他有多少西装无关，你就把尺寸给我就行。爸，真的您别麻烦了，丰腾他不需要。他不需要，我需要。爸知道他们家很有钱，可能也不在乎我给他做的西服。但是珊珊，你知道，爸这辈子可没有亲手做过西服送给哪一个人。爸，我明白了。明天心意我会转达给他的，我先帮他谢谢您了。那你把尺寸尽快给我啊。怎么了？我爸说他要见你。我安排一下时间，跟你回去见父母。喝杯水吧。
你在看家居啊？哎，这个沙发挺好看的哎。喜欢吗？喜欢呀，特别喜欢。珊珊，今天除夕我们到老宅过吧？不行啊，除夕要回家过的。我们结婚以后，也应该不能回家过年了吧？大年初一，我冯友还有严青去你们老家见你爸妈。真要回去见爸妈，不知道爸妈会是什么反应。冯先生，这是丰泰的包裹。好，谢谢。丰太太，原来她跟大楼的警卫是这样说的呀。这应该是你们家寄的吧？啊？不应该呀，我妈也没有跟我说呀。该不会是……老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薛珊珊，解释一下。我以前有没有跟你讲过，我老爸是做裁缝的呀？你应该没说过。那你现在知道啦。这套西装是我爸做给你的。他的意思呢，就是你要穿着这套西装回老家。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，不穿也行。哎呀，真的太兴奋了！乡下空气特别好吧？对呀，到时候我带你们去散散心。一定的。现在咱们走吧。哎，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全好了。你们人去就行了，准备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应该的。那怎么行？我们一定得准备大礼去表我们的诚意。哎呀，麻烦您了！别，千万没什么没什么。我们走吧。哥，你今天换造型啦？双排扣，复古风啊！泰山定制。泰山定制，我只听说过人猿泰山，泰山定制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岳父定制。是，这是我爸特意为他定做的。哎呦，帅！哎呀，要是我的婆婆也能给我做条裙子，该多好呀！哎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要敢穿你婆婆做的裙子，那还真是好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好看吗？很帅。
咱们走吧。你小的时候就在这里跑来跑去的。对啊，那个就在那里面洗衣服啊。啊？洗衣服啊？对啊，而且这里有很多游客，有很多观光团。你看那边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饭店、小店。那里，对，那里就是我们家裁缝店。很不错吧？各位父老乡亲，我带我哥谢谢大家了。谢谢。哎呀，你看我们初来乍到的，大家就那么热情的问候我们，我们心里真的特别暖，太谢谢了。大过年的，我们也没什么表示的。王叔，红包带来了吗？我们分给大家，各位沾沾喜气，好吗？哎呀，真的是太破费了，应该的。没事儿。谢谢你啊。谢什么呀？没想到你们家那么多人啊！二伯父、二伯母，珊珊姐他们到了。彤彤，哎，今天所有的人都在，我们拍张全家福吧。好呀，我有安排的。您啊是薛氏的大叔公，就坐在这儿；镇长坐这儿，乡长坐这儿。拍什么全家福啊？我爸还没来呢。这是我们薛家的事啊，不劳烦大家啊，大家请回吧。不好意思啊，要不你们就先回去吧，好吧？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我还没拍呢。拍什么拍？走走。你慢坐慢坐，我们过一会儿再来啊。我想和风腾单独谈谈。哦，好，那哥我们出去转转。哎，你带珊珊也出去。我也要出去啊。走吧走吧，听你爸的啊，走走走走。乡亲们都是老实人啊，你看都知道红包里是小钱，不指着这个发财，可是大家愿意图喜庆、图热闹。爷爷就说过，分享呢代表着我们封家还有能力，别人也看得起我们，这是我们的福气。以后珊珊啊，你成为咱们封家媳妇儿了，这些封家的传统家风呢，你也得多学着点儿。其实我也觉得特别不好意思。我爸他很低调，他不太喜欢有钱人。看出来了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爸多说说我们家。我们家也是书香世家，也是懂得人情世故的嘛。啊，对哦，我怎么就忘了？不过封家显性代表就是财富，说太多也太欲盖弥彰了吧？不过珊珊这事儿啊，根本就不用你操心，你还担什么心呢？你爸那边完全由大哥搞定啊，是吧？来到你们这儿真舒服，天气又好，空气又清新，该烦恼的让我哥烦恼去吧。今天你就当我和延青的导游，带我们好好逛逛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走，带你们去逛逛。我从年轻时就做裁缝了。珊珊虽然在我身边从小看到大，可她对裁缝不感兴趣。这衣服好像也不太合身啊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不，这个泰山定制，我很喜欢。我好奇的是，薛珊珊不是名牌，你怎么就有兴趣？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跟我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。
在我战战兢兢维持家业的过程当中，珊珊她让我觉得很轻松自在。你是个很有教养的人，你很清楚你的责任，你也很清楚你想要什么。但是，我也是个明白人，我也很清楚我们家有几斤几两的分量。娘家是孩子最有力的依靠。珊珊要是嫁给你，我恐怕她也只能靠她自己呀。珊珊有我，只要她愿意，她这一辈子都有我。我喜欢珊珊，是因为她活得很真实。伯父您请放心，我和珊珊会过最真切平实的生活。身为集团大老板，肯定是能言善道。可是我不听，我只是看，我就看你以后是怎么做。你们要结婚，我不反对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冯腾，你还好吗？我怎么了？怕你爸把我钉在工作台上，刑讯逼供吗？我是有想过这个画面。不过刚才见岳父大人确实有点紧张。但是薛珊珊，你是在质疑我的谈判能力吗？所以，我爸他答应了。珊珊，你有一个好爸爸。他没有为难你吗？有啊。啊？你爸他跟我聊了那么长时间，饿死我了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饭呀？你先跟我说说我跟你怎么着啊？爸，这是封腾他们自家农场种的蔬菜，是有机蔬菜，很营养的。吃吧，多吃点。啊，好。你看啊，我们珊珊啊，就是要快嫁做人妇了。你看厨艺很好了嘛，这个火锅你看，不错不错。那当然了，不过封家有自己的大厨，不用我下厨了。那你嫁了人也不做饭啊？哎呦，这有什么了？不是说了吗？家里有厨师的吗？珊珊嫁过去不用伺候公婆，不用做饭做家务，哎，这是享福哎，这样你还不满意啊？封腾说了，你们两个结婚是要做踏实生活的。什么叫生活啊？生活就是柴米油盐。你这些都不做，你要为老公做什么？爸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努力的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媳妇儿的，相信我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说起女儿来，比我更婆婆妈妈的。这可是珊珊出嫁前最后一次在家过年了。妈，你别这么想，我每年过年都会回家的呀，啊，别瞎想啦，珊珊，结婚以后你还去上班吗？当然要去了，而且封腾也觉得这样挺好的。我也觉得去上班好。你们3年不生孩子，有个工作也不会太无聊，也算是有个寄托吧。哎，你可千万不学那些阔太太，整天就想着不是，爸，您刚才说什么？3年之内不能生孩子？
是啊，我跟风腾说过了呀，这是我让你们结婚提出的条件。爸，你怎么会开这种条件呀？就是啊，爸是想你们暂时不要孩子，相处一段时间以后，万一觉得不合适的话，也不至于耽误你嘛。爸，您是怕我们结婚之后，如果1、2年之内不要孩子的话，就没有牵绊，就没必要牵扯不清，是吧？这老头子，女儿出嫁前想这些，也太触霉头了吧？我们两家家世背景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，生活观、价值观都有很大的差距。爸有这个担心，珊珊，你可一定要理解啊。那风腾呢？他答应了吗？他答应了。答应了。爸开出这条件，其实我不难理解，但是风腾答应了，为什么？之前风腾也一直跟我强调不急着生孩子，难道跟爸想的是一样的？怕我们其实相处不来，也许到最后会分开。刚结婚的2个人，本来就应该过一段2人世界，彼此的生活磨合一下。如果婚前有这种想法，那为什么还要结婚呢？这么晚过来，是不是不习惯一个人睡啊？你为什么答应我爸3年之内不生孩子？因为这是你爸答应结婚的唯一条件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那你知道我爸为什么开这个条件吗？怕我们的婚姻不和，要离婚。所以，你是认同我爸的观点，才答应的吗？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，2个人结婚了以后，要过一段2人的生活。更何况你还太小了。既然我和你爸的目标是一样的，那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过2人世界是什么意思呀？是说2人如果相处不来，就散吗？既然是这样，那你为什么不确定好再跟我结婚？薛珊珊，我风腾向来是要最好的。虽然我谈过几段感情，但是你是我要结婚的。一旦我要结婚，就会跟我的妻子白头偕老。但是你不一样，我是你的初恋。一旦你选择了我，将别无选择。是啊，在感情的世界里，离不开的那个人就输了一大截。但是只要有着肩膀，有着胸怀可以依靠，从没赢过又何妨呢？哎呀，看来某些人是离不开我了。